笑话，就一个字，呸！我们站出来不是为了流量，不是为了谁的名气，是因为我们相信台湾不能被共产党统治。恰恰相反，如果八炯跟你不是为流量，请问为什么八炯只要流量不好就锁到会员专属去啊？什么都锁到会员专属去，这就是你八炯跟闽南郎霸凌陆配之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。花莲陆配村长因为无法放弃国籍，遭解除村长职务。这样一个村长，他有什么能力帮中国渗透？有能力调动军队吗？警察吗？民防黑熊部队吗？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闽南郎在昨天的晚上啊，我们发了一个重磅啊，当信仰被推向极端，反共运动被他完成纳粹这个确实今天也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的焦点啊。我连三立，然后 T 台啊，各台都竞相报道所以看起来这个事情是有点状况。我说让子弹飞一下，我在看形势，然后所有的媒体，不管蓝媒、绿媒，什么媒都报了。跟进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会出现，就如果他们今天又说他们是在演戏，他就会变成放羊的孩子，被反噬的会更厉害。当然整个社会集体上车的时候，那抱歉你在骗就是粉身碎骨，这个开司就算是假的也成真的。如果8月23日我们不能重新整队，让这场运动回到正轨，立法院将继续被亲共的势力渗透，台湾将被一点一滴的侵蚀。我不能看着台湾沦陷却选择沉默。开场就发动了情绪勒索、绑架大法。我一切都是为了台湾，我一切都是为了反共，我一切都是为了823。假设闽南郎这个事件是真，那也充分代表了目前整个台派青鸟内部其实已经知道823不是输，是输的一屁股，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开场。如果你早就知道这一切，那为什么你现在才站出来？没有在最初的时候阻止他。闽南郎这个人是毫无诚信，他过去在对岸吃的盆满钵满，吃香喝辣的，突然之间反水，他在反水几点？他过去所有事情他都可以来诓骗海峡岛报的林进东，毫无声无息的诓骗别人。今天他要跳出来，难道不是演戏，不是骗人，不是唬烂的吗？这一点我完全不相信他。所以老实讲啊，我还是认为他依然只是要流量，只是要钱，对他来讲，可能八炯没给他足够的钱，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？接下来有人可能会怀疑这是不是在内斗，我必须非常清楚的说，这不是私仇，这是信仰。这不是私仇，这是信仰。所以讲白了，通常这样强调，你去想想私仇的部分就更加明显了。他跟对岸的合作生意伙伴，本来这边胡正正、洪正正、雨正正，赚得盆满钵满，整天在那边藏酒咖、开杂货，还可以玩电动玩具，嘟，那一股豪气跟那股恨气，跟对岸过去的合作伙伴翻脸。进而变成反共咖，逃回了台湾，把钱变老赖。那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吗？他是一个有大公义的人吗？他解决他自己个人的事情是用公众的力量来做反弹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没有道德的表现。你今天自己私德出了状况，请你用你自己的钱，用你自己的身家去偿还。你怎么可以反过头来挑拨两岸万千老百姓？昨天馆长报道了一个陆配村长被解职了，花莲的陆配村长叫做邓万华，早就取得台湾身份证，因为无法放弃国籍，遭解除村长职务。她有3个小孩要养，她老公呢是渐冻症瘫痪中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村长的薪水。这就是你八炯跟闽南郎霸凌陆配之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。请问你闽南郎忏悔了没有？他不在乎啊，他把公众利益拿来作为他私人老赖，他欠钱不还的方式，这种人的私德是很有问题的。这个邓万华多可怜，这样一个村长，他有什么能力帮中国来渗透？村长有能力调动军队吗？警察吗？民防黑熊部队吗？整个家庭翻天覆地的完蛋了。请问你闽南郎为了你的私人利益，远在花莲富里的小山村里面的一个村长，就这样被你霸凌、失业，家里被你摧毁了。闽南郎，你做这种事情真不得好死。你今天出来反水，我讲你只是要看一下你们的丑陋跟丑恶，可是你们所造的罪跟造的孽，你们一辈子是还不了的。你们把两岸彻底的很多问题都摧毁了，这群人真的很垃圾。所以他还在跟你说不是私仇是信仰，你哪有信仰？你唯一的信仰就是想办法搞到更多的钱，不是吗？我是非常看不起你们这种人，但是我要看他们狗咬狗，我们要从中找出他们邪恶的地方。这些恶人在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穿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透过设计好的桥段、写好的稿子，然后透过这种撕裂来赚取大量的流量斗内的利益，真的是太坏了。你没有任何的让我觉得你是真的，但是现在也没用了，因为你也下不了车了，你已经上了一台失速列车，恭喜你，你朝着灭亡的道路前进。
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我们愿意牺牲一切，愿意冒险，愿意失去也要守护的东西。我们站出来不是为了流量，也不是为了谁的名气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台湾不能被共产党统治。大笑话，不是为了流量，恰恰相反，八炯超级为了流量。如果八炯跟你不是为流量，请问为什么八炯只要流量不好就锁到会员专属去啊？开票现场被大家干爆了，流量崩盘了，就锁到会员专属去啊，什么都锁到会员专属去，就一个字，呸！出来不是为了流量，也不是为了谁的名气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台湾不能被共产党统治。那你们跟周明轩道歉了没有？周明轩在下面直接留言抖内他，看到你们闹翻，我没有任何开心感，只有满满的讽刺。还记得当初因为你那部中国统战纪录片，我被你们和那些侧翼无情攻击，身心受伤，几乎走不出来，甚至有过轻生念头。这一切难道你们今天闹翻了就可以假装没有发生过吗？希望你们好好反省，不要再把人当斗争的工具。最后我想说，你未来人生路还很长，这个抖内祝福你未来好好做人，愿意说这些是代表你良心来到，至少你比那个八炯还要像个人。结果呢？你知道米兰朗怎么对他吗？他把周明轩的抖内给删除了。我翻遍了整个聊天区，我真的没找到。我耻自己呀，这个人没救了。周明轩那么善良的人呢，他是台湾的珍宝，你闽南朗是台湾的垃圾啊！那你还敢把周明轩的抖内给隐藏或删除了？而且你让周明轩想自杀这件事情是对的吗？是可以的吗？真的很坏，这个诈欺犯真的很糟糕啊！这个家伙就是非常会演戏，这是个作秀天王。也不是为了谁的名气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台湾不能被共产党统治。一开始我是真的全心全意相信他的。切割，先切再说，以后八炯做啥都跟我没关系。以前八炯做啥也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附和他，我只是单纯的附和他。他敢冲，敢讲真话，我以为这就是我们要的战友。为了这个信念，我放下一切，放下收入。你哪有放下收入？你是放下债务吧？谎话连篇啊！甚至牺牲掉在对岸的那几百万的粉丝与舞台。你在对岸就是混不下去了嘛？你要混得下去，你会回来。我去拍纪录片，亲自去中共国调查，这些都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光环，而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维护民主的公民运动。所以维护台湾民主的公民运动要用诈骗、断章取义、恶意剪辑、误导、扭曲、变造、造谣、抹黑、抹红诸多下三滥的手法来进行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民主的公民运动吧？那请问你在跟八炯在做那个节目的时候，你们有公正、公开、透明吗？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完全满嘴谎言啊！因为每一句话都是谎言，跟八炯一样。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追求的东西跟我想的不一样。自从统战纪录片发布之后，他的思想越来越极端。统战纪录片将近8个月前你就知道他是坏，你现在才跳出来，你认真吗？所以他等于是从源头跟八炯切割。闽南朗这一波会在台湾红出框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老总，也不是胡正正，是因为跟八炯搞了统战纪录片。结果你竟然从这个转折点直接切，有听过切割的啦，但切的这么彻底的从根源切掉，哇，这比太监还干净，我真他妈服你了，真的是厉害呢哦，切得一干二净啊！他开始不断的在街头和群众起冲突，把影片 PO 上网，那不是战斗力，那是把整场运动往分裂推。每一次冲突都会让更多民众疏远这场运动，也让我们的支持者被贴上偏激的标签。不是你们支持者贴上偏激标签，是你们让支持者变得越来越偏激嘛。第一开始我是满腔热血，没有任何利益瓜葛。第二，我是傻傻的，我不知道我是被他带领的。第三，他从一开始就是坏蛋。第四，是他害了整场运动。凡此4点，罪全在八炯。我闽南郎干净，没有任何的被污染，真的很会呢哦。凡此4点，把这个对手切得干干净净啊！哇，你这已经不是切太监的方法，你是谁啊？直接半身截肢啊，真会切啊！哦，这个对于2次跳反的人，我根本就对他一点点相信都没有。事已至此，如果他们跳出来说他们在做什么社会实验，他们会彻底的身败名裂，所以他们现在也不能这样，他们只能继续演下去。至于统战纪录片，他只是一个采访者。还记得当时我赴死去中共国取证，我早已抱着可能回不来的觉悟。统战纪录片是赴死取证，你再讲大声一点，你根本是用骗的，你用诈骗的，而且你是用打电话的，在伪装这个你，因为当时没人知道你反水了，你用这样去拍，你是如入无人之境啊！这段时间反攻的路上，我没有跟他拿过1分钱，相反的，听到这里真的会堵拦。统战纪录片在他的频道上发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哇靠，原子刀都不敢像你这样切，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反省，他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认为他自己做错了，他现在只是想把问题跟过错推给八炯，反正八炯能死，而我能活，又如何呢？2支统战纪录片这么大，看闽南郎多恶心啊！这个人真的超恶心，妈的恶心的想吐了。第一个，你知道为什么他强调 logo 是完全是八炯的锅吗？因为八炯现在很得意的
的用这个 logo， 所以代表说八炯这整个频道是个纳粹频道，所以所有的错都推到八炯身上。第二个，你闽南郎切成这样，你都不会不好意思吗？你的这个所谓的统战纪录片上面甚至没有八炯的照片，只有你闽南郎的大头照啊！八炯发这2支加起来540万的流量，没有八炯自己的照片，就用你闽南郎当主角，然后你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有种你就发函啊，叫八炯下架啊，然后他公然的说跟我没有关系啊，这叫什么？男主角说本片不是我演的，真的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我演这支片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是主角，都是导演害的。但是我当时演这个片的时候，舍身取义，不畏死的精神去演的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没有在上面，都是八炯逼我的，我不是故意要当第一男主角。可以这样公然讲干话的吗？男主角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，然后呢，宣传图封面是用男主角的脸，然后他说这跟我没有关系。拍摄统战纪录片时，所有的支出、车马费、旅费都是我一个人承担，甚至我还跟家里借钱去支持这一场运动。拿多少借多少，说清楚。统战纪录片的时候借钱啊，后面呢？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小语病我抓不到啊，后面有没有赚钱？这么多流量，你自己作为一个靠流量起家的人，你不知道流量可以换钱？我曾经努力挽回过，在罢免投票的前几天，我还劝过他，你太极端了，别再跟群众起冲突。他口头答应，但是隔天又在街头暴冲。我压下来不说，是因为我不想影响罢免的大局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出去猎巫，出去猎杀陆配，你去到处街头出征人家，到处冲。雅雅跟他的小孩哭哭啼啼的时候，你跟八炯2个人开了直播，用善笑，用霸凌，收抖内收的盆满钵满。你当我是瞎子啊？还弄了一个闽南郎去买机票，说要跟着陆配要一起飞回去四川，说要去四川继续怎么勇者闯入，结果他根本不敢上机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畜生，这些都是畜生。甚至公开说过，我们不会决裂，因为我相信他还有回头的可能。但是罢免结束后，他不但没有反省，还直接出国。那一刻，我彻底明白，他已经选择了他的路，而那条路已经不再是我愿意跟随的路。如果我继续沉默，我就是帮凶。你本来就是帮凶啊！你不只是帮凶，你还是主犯，你怎么会是帮凶呢？切得这么干净，不要全部都推给八炯，你就是主谋之一，你没有可以推卸的责任。真正让群众却步的，不是我们的信仰，而是那些一次又一次的冲突，一次又一次的争议，让更多中间选民不敢靠近。我们输不是因为我们反共的理念错了，而是因为运动偏离了初衷。你为了这个赚了多少流量，捞了多少的关注度，让你上了多少的通告，你敢说出来吗？被人民唾弃了，说不干你的事，你恶不恶心啊？我不会推卸责任，因为我也曾经相信过，跟着走过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有责任站出来止损。8月23日，我们要重整再战。这一次，我们不要极端，不要盲从，不要被情绪操弄，我们要回到初衷，反共。守护台湾。如果我们还在为了选举，还在为了投票，他只是想要取代八炯成为青鸟头，他只是想要把这一股势力纳为己用，这就是他的终极的目的，这是有够恶心的。